我确实小时候还在作文簿上面写着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要解救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写过这样的文字的小时候念的台湾史都是这样子一个中国式的脉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这里有个岛屿，然后把人放到这上头来。过去我们是这样读，我们6个学期嘛，3年6个学期，中国史占了3册，然后世界史2册，台湾史1册。山顶洞人也是从山顶洞人开始讲对 OK， 它看起来是凤鸣的正朔，可是事实上明已经灭亡了。对，可以理解那个差异吗？就它并不是真的明朝，它是郑成功用明朝的名义占领了这个地方。当中国一直在谈这个台湾自古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这一块岛屿跟中国真的发生行政上的关系不到400年啊，就是一个200-300年的时间了。到底是自古是从多古以前，然后为什么神圣不可分割？清朝政府一直想把我们丢掉啊，因为觉得我们这里充满瘴疠之气，然后人民也不好管。我说1960年代到90年代在海外的台独运动发展。明白它不是针对中国的，当然不是，它其实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它是针对中华民国的。对，它是针对中华民国的。对。严婉玲，婉玲你好。是，吴言你好。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但是一见如故哈，已经在这个非常美好的台南，做了2个小时交流，发现你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必须要请教你，然后听你讲一些问题。你可以把我当做一个外国人或者外乡人，或者不太了解台湾历史和过去30年社会运动的一个人，但是我听了你的几个经验，我觉得非常重要。首先，你是一个历史学者，对，历史学徒，我自己会觉得是学徒是，所以你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用历史的视角和在时间线上去看很多历史问题和当下问题的一个不同的切入，而且你具体的做了台湾的民主运动的口述史。我们今天在台南，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说，台南其实是台湾的第一个城市。那么它既有日战时期的很多的历史，也有整个民主运动，台湾228以来的所有的民主运动留下的历史印记，还有当前过去20年年轻一代的历史运动，在这过3个阶段中间，你都是有话要讲的。所以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你现在做了一个新芽，这是一个协会，而且你也在台湾的很多媒体上在不断的讲关于社会运动的一些话题，因为知道你是野草莓运动的核心人员，但你又并不是从政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很高兴你就算给我们一个很系统的分享。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要是向我介绍你愿意怎么样介绍你自己呢？我觉得刚好我来台南的这一年刚好是1624年，距今400年前，荷兰人到了台湾的安平，就这附近的地方建了第一座城堡开始。所以我们今年台南一直在谈台南400这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在谈台南400是为了要理解这个岛屿是怎么跟世界发生关系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巧的时间点。好，你来到了这样子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的居民可能在政府有意或无意的这个操作之下，会一直去想说，这个400年到底台湾变成了一座什么样子的岛屿，台南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城市。那我是一个台南人，而且我常常就是很大言不惭的说我是城内人城内人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明年2025年我们会纪念府城建成300年。300年前的汉人在这里官民合资兴建了一道城墙，去保障城内的居民的身家财产的安全。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有城内城外的这个区别，这听起来非常的这个具有阶级歧视的感觉。没有，我是北京人，所以北京人也有这个歧视，地域歧视，说我们城里人、外地人。但这个当然也是，这是玩笑啦，对，是玩笑，不好的。这个玩笑话其实后面也在想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形成心理的这张地图的？这个其实是重要的事情。那我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然后我的家族是卖茶叶的。
6、7代以来一直在卖茶叶，到现在也还在卖，叫正发茶行。那但是我的家族其实就很像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父系的家族啦，相当典型的这个中国移民到台湾，然后在这里经营，然后成为一个商业家族之后，到了战后，那搭着台湾的经济发展的脉络，又发展出其他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支线，而不只是卖茶而已，可能也开始进入贸易圈或者是工业这样子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台南认同或台湾认同都会变得好像是某一种样板就是很像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很像很多观光客来台南想看到的东西。可是我常常在想，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一个城市都会有一个先有一个架构性的理解，但那个架构性理解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刻板的印象。对，我其实就带着一堆的美好想象和刻板印象，想来对照看看是不是我看到的那个样子。对，然后你刚才比较谦虚了，其实你刚刚跟我讲了，你的家庭是很神奇的，就是1860年已经在台湾，是来自福州，福建的泉州，对，然后在这边就做茶行，是，你算第7代传人了，我是第7代啦，但我没有继承茶行，所以这个茶行已经成为台南一景了，也是。所以你想给我呈现的什么样子？就如果现在你给我介绍你自己，就是说，我觉得这样才是我认为的一个公共形象或者公共层面的严婉玲是。好，那我刚刚就花了一点时间讲说我的家族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移民社会的故事嘛。那到现在这个家族在台南已经至少生存了1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受到的影响就会是我在城里面的学校念书，然后每天行进的这个路线，交通路线，包括我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都是在市中心精华区，每天要经过很多观光客这样子。可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是我老师一直在想，我们被怎么样观看这件事情，其实会跟我们等一下要谈的也许历史是很有关系的。我是作为一个行动者，还是作为一个被观看者，那这两者之间的角色会有没有什么差异之类的，类似像这样。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其实是在台南念完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到台北去念大学，然后一路待在台北10几年，又再回到台南来生活。这个路径也是非常标准的台湾小孩的路径，因为台湾是一个极度重北轻南的岛屿，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我要去台北发展。对，那所以这个等一下提到我的协会的时候也会跟这件事有关，就是所有人什么时候会回到这个岛屿的其他地方，就是过年过节。那我在台北这10几年，我得到了很多关于不管是知识的养分，或者是我们后来要谈的一些社会倡议的养分。可是我在台北10几年，我也一直都不想成为一个台北人。那台湾是有户籍制度的嘛？这10几年间，我户籍是绝对不肯迁出台南的。然后甚至我的台南人朋友，他们到台北买了房子，那为了省一些税，他们就把户籍迁到台北，就会被我们笑说：“哈哈，你变成台北人的形状了。”对，像这样子。所以我在2016年那个时候回到家乡，发生一些事，决定说我想花多一点时间回故乡之后，我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又从异乡人变回在地人。那个过程其实也是有趣的。我因为这几天我也在密集的理解台北、台湾、台南这些不同城市的状态。先说台湾，就会觉得，因为这几年如果我们比如说大声的观众，或者我刚才一直也在说，我们想建一个真正的海外的一个华文社群，其实一定要想到的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在地的体验。这个体验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外人有很多不同的想象。我就会发现，当我们在美国讨论台湾问题，或者中台问题的时候，或者更多的大陆人讨论台湾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都带着一层一层一层的期待和误读。当然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谈历史，然后带着一种历史史观谈现实又特别重要呢？就是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岛屿？我甚至还挺感谢你用岛屿这个词的，因为有的人你说台湾岛会有人生气哦，也会提醒我，所以我带着一大堆的历史的期待，然后有一些历史的包袱，还有一些政治正确，就是我会很小心的进入你们台湾人现在的状态，你们到底怎么讨论
跟中国的关系，然后在文学和历史上，包括这个身份认同上，到底台湾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这个概念是什么？还有，这是我才外来人状态。结果到了台南，我今天上午一早专门去看了这个台湾历史文学馆，我才发现，在你过去拖的这400年里面，其实有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历史的元素，人文的元素，还有你本土的经验在里面。是那么说的这么多回来，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你的人生的几个脉络，有一个点就是你其实是一直在台北，做很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的，但你又不是政治家。我不是一个民选政治人物。所以先讲讲这一块儿，就是你是到底以什么方式介入社会运动的？媒体上现在你上很多台湾的节目哈，有很多美誉。有一个点就是说你是野草莓的核心人物，幕后核心人物，到底是怎么回事？顺便也讲一下你怎么参与政治的，你最初怎么进入这个社会运动舞台的？我觉得我可以把时间再往回拉一点，先去谈就是我的家庭教育带给我的历史观是什么。就是在台湾，你们一定听过统独蓝绿之争嘛，那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或自己是台湾人这样子的论辩。那在我的家庭教育里面，因为我们在这座城市生活许久，然后经历过不同的政权，清到日本，到战后国民党来台，到现在这样子。那我们家是很典型的在南部就是支持本土政治势力的家族，所以我其实从小我很幸运，不需要像很多人家里本来是支持国民党的，然后需要跟家里抗争之后还要出柜才会变成可以大声的讲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不是，我反而是有一点变成是因为从小家里都是认同台湾主体性的，所以我可能国小就听过，还在戒严的时代就听我父亲说过228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课本是完全不提这3个字的时候，我听到这件事，然后我去国小的课堂里面问我的老师说什么是228，他快吓死。他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这样子？因为你是70后，所以你父亲，但是你父亲这个家族是很有历史的。我父亲自己经历过228事件，他告诉我他在228看到什么，他看到台湾一个很重要，台南一个很重要政治人物叫汤德章，被枪毙的那个现场。对，所以对一个当时他好像9岁10岁吧，对那样的小孩来说是一个非常冲击的场景，看到一个成年人被枪毙，而且放在那边3天不能收尸之类的，做了好几天噩梦这样子。那他把这样的创伤经验在我很小时候也跟我说，用这个来提醒我说，我们要意识到现在的执政者可能并不是像课本里面讲的这么好，我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的。可是这样反而会让我自己去想的是，那所以如果是反对国民党的政权就一定是好的嘛？因为后来出现了民进党嘛。那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加入民进党，而是成为一个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还是觉得我不能只接受我爸说的这一套，然后我就全然的相信另外一个执政者是没有问题的。对，那个辩证就变成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有没有机会去再拉出一条新的轴线，是去看说国民党做的不好，所以民进党起来，然后用这个10几20年的时间去推翻了前面一个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现在政党轮替的过程中，我有没有可能不只成为一个政党的拥护者而已，而是有机会去拉出另外一个视角来看这个政党轮替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我的成长背景。然后我一下就听明白了，在这个点上，也就是说你刚才解释了，就是因为外人还是说带着外人的这个肤浅的认知哈，以前就觉得是2党，是国民党、民进党，是现在有第3党，就是所谓的第3个党，就是这个民众党。但是你其实反复讲的是，你不愿意把自己的观察台湾的视角放在任何一个党之间，不管是2党还是你不愿意放在2党政治下面，是其实你反而想突破的是一个独立公共知识分子也好，独立公共人物也好，是他远距和贴近这2个视角去观察社会运动。对，你可以说我没有想要接受任何一个政党所灌输给我的史观，这也是做历史学，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很重要的一个自觉，就是你永远都要相信怀疑你看到的东西。
对，不管是书本上看到的，或我们等一下也许会聊到的口述历史，你听到的，你都要反复去做辩证，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下面，我大学就花了一点时间自我追寻啦，其实就念了10年，然后我最后从历史系毕业，然后考上政大台湾史研究所，那刚好。这个时间点跟整个大的这个台湾的社会环境也有关系，就是90年代开始，台湾在解严之后，台湾主体性的意识也慢慢开始在兴建。那这个兴建的工程需要学术化的、专业化的背景来支撑，所以同时间1990年代到2000年初期，台湾文学、台湾历史或跟各式各样可以去建构台湾主体意识的这样的学科一起蓬勃的在发展着。台史所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我们的老师通常也都是运动者，他是研究者也是运动者，所以念台史所的学生对社会运动都不会太陌生，因为他们的老师会鼓励他们，甚至带着他们上街头。这个也是蛮有台湾特色的，是，因为一般来说，所谓历史学家常躲在你是一方斗室里面，对，你是处理过去的，是还有一个像你看，像台湾像美国也有很多学者也在说这个，就是我们学者是滞后研究的，是他不是参与的，他不提供解决方案。我在美国学政治学，我的博士老师就直接说，我当时就带着中国的很多问题去找他，我要找解决方案。他就说我们不提供解决方案，我们只研究。结果川普上来了，他气死了，然后他就说去 fight 吧，我们要改变了。所以你看台湾就还不是滞后，台湾是直接同步的，是等于就是在这个主体性的发掘、总结和讨论的过程中又身体力行。因为我们首先要去翻出什么是台湾史。其实我刚刚讲台湾岛，我们常后来是试图用台湾岛史来取代过去作为中国下的一个地方的台湾史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谈台湾400年，不是谈台湾跟汉人的接触的开始，而是台湾跟世界其他不同的人种接触的开始。它有原住民的历史远长于400年，但是西班牙人发现台湾，荷兰人发现台湾的时间点是台湾跟世界接触开始。我们要脱开那个大中国史观里面，好像台湾是被中国人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史观。对，给我很具体的讲一下，因为我在社媒上公布我说我要来台湾，我想谈台湾的本土意识和台湾史观，好多人都说期待。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中国这个大陆背景的，当然都是开放思维的，就 liberal 的哈。他们真的我们大家都不太知道，而且因为这个不太知道有一个原因是遮蔽在信息不透明，还有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接受不了台独这个概念，因为也被妖魔化了嘛。所以你在谈台湾史观，第一反应的是你要脱离中国了吗？你要脱离中国叙事了吗？所以你给我完整的讲一下这个台湾史，你们想建构的这个台湾史和台湾史观。是应该这样说，包括我自己我在高中毕业以前，我们念的以前的台湾政府有一套唯一标准、统一标准的教材，叫国立编译馆编的教材，我们都是念那一套长大的。那一套里面谈台湾史，都是从隋朝的时候有一个记录说我们要去宜州，那个宜州仿佛就是台湾，我们都从那样子下来。然后后来一直到明朝的时候，开始先到澎湖，然后才到台湾有驻居。小时候念的台湾史都是这样子一个中国式的脉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这里有个岛屿，然后把人放到这上头来。过去我们是这样读。你说的过去是指从国民党来了台湾以后的我们念的教育历史课本，是对。那甚至还有人会说什么秦始皇的那个徐福，那个蓬莱仙山，也有人说搞不好就是台湾这样子，带着童男童女出去求什么长生不老药的。我们小时候都是念这些神话故事。但除了台湾这个对不起，问你多一句，就是你们的历史书除了就是这个是台湾本地，就是说是大陆发现了台湾，但你们也会讲中国史吗？你们也会讲中国史？我们中国史我们6个学期嘛，3年6个学期，中国史占了3册，然后世界史2册，台湾史1册。
所以也是什么三皇五帝、就是隋唐山顶洞人哦，也是从山顶洞人开始讲。OK， 山顶洞先发现人类，然后从秦始皇一直讲到尧舜禹汤周公一路讲下来，这些我们也都念过。OK， 全都念下来。对，然后念到哪儿呢？念到民国吗？对啊，民国，然后就1949之后到台湾，然后才接一点台湾史出来这样。然后谈到1949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是战败？那当然不用战败，共匪，转进，他们也不用转进，我们那时候用什么词？我想想看，撤退，拨迁来台，拨迁来台，对，传播的拨，然后迁移的迁，拨迁来台。哦，拨迁来台，对，就是从重庆的陪都，然后就換到台北来这样子。哦，这么解释的。那你们质疑过吗？小时候当然还是相信。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一边听着我爸爸228的故事，然后一边还是要对着教室里面的那个先总统蒋公跟国父遗像，每天要上课前要鞠躬的。那你鞠躬的时候，你真心实意吗？尊敬吗？小时候真的觉得他们是伟人，什么先总统，我们小时候都还要学什么国父纪念歌、先总统蒋公纪念歌，然后就是什么时代的灯塔是世界的伟人之类这种。唱那歌呢？对，没错。然后讲到这儿，就进入了台湾史一本，而且很简单，而且叙事是从怎么被汉对大国汉。就中国发现了这里，明朝，然后什么澎湖驻军，清朝的时候，郑成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对，郑成功赶走了荷兰人，让台湾至少让这附近的区域变成是明郑的领土。对，然后再来，但明郑王国后来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存在，就明郑王国其实是在明朝灭亡了之后才存在的一个小王国。它看起来是奉明的正朔。可是事实上，明已经灭亡了，对，可以理解那个差异吗？就它并不是真的明朝，它是郑成功用明朝的名义占领了这个地方，所以它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明郑，对 ，OK， 然后后来又被清的这个施琅他们给接管，对，就是我们通常怎么说呢？那个我们不会说光复，光复会是在日本占领之后，他们才会说光复，就是接收，对，就施琅来，然后就击败了郑成功，郑氏王朝之后就接收了台湾，然后我们会念当时清代在讨论弃台或留台的这一件事情，弃台论、留台论，到底要不要保留台湾这一块地方？所以当中国一直在谈这个。台湾自古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这一块岛屿跟中国真的发生行政上的关系，不到400年啊，就是一个200-300年的时间了。到底是自古是从多古以前，然后为什么神圣不可分割？清朝政府一直想把我们丢掉啊，因为觉得我们这里充满瘴疠之气，然后人民也不好管，叛民也很多，对啊。那400年前呢？物理学上、地理学上，400年是有原住民的，有平埔族，有原住民，然后有非常多不同的族群住在这个岛屿上。其实那个时候，外国人的船经过台湾，可能没有上来，有一个驻扎点。那1624年，荷兰人在台湾的这个热兰遮城是第一个驻扎点，然后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市镇，近代意义的市镇。那荷兰人来之前呢，就跟我们现在说这个智人是从非洲过来的，那台湾是从什么时候才地理上出现？然后原住民有人，其实我们有佐证人，就在台南有一个地方叫佐证，那有发现佐证人的化石，也是几千几万年前就有了。所以台湾很早就有人，只是这个人不被中国人管理而已。然后这个如果从种族上或者从生物基因上。有人说台湾的这些原住民族是南岛语族的一个发源的种族，就是反而是譬如说大洋洲啊这些地方的人，很有可能某一部分是从台湾坐船到了大洋洲的这些小岛去继续发展的，所以其实在语系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词汇是共通的。也就是说他甚至都不一定真的是跟中国人并不是所有都是从中国来的，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人种。
明白明白，就是这个台湾人的发源在哪？是，可能反而是南岛语。我们可能是南岛语族的一个发源地。OK， 对，所以就跟什么大汉族其实不一定直接相关，对，不一定直接相关，但是中间当然一定会有往来嘛。那会不会在更早之前，可能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迁徙过来，还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觉得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发源，对，它本来就是会同时间存在不同的文明，对啊，而且它不断的是在混合，在 mingle 的，对吧？是，没错。好，说回来，那就等于台湾这个是你的课本里面的东西，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都是一个我到高中毕业之前念的东西，可是到了我刚刚说的就是90年代到2000年之后，我们要试着去摆脱这样东西这样的视角的时候，非常来自中国的视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谈这块岛屿？所以我们就会开始谈说，那谁先来到这块岛屿上，然后跟这里产生了密切而且稳定的连结，除了本来就住在这里的原住民族以外，那所以荷兰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然后台南这里就是他们上岸的地方，从这边开始的。那我们再讲回来，我们在谈台湾岛史概念的时候，甚至有很多老师也会去跟你说，地图不一定只能这样看，就是台湾目前在地球仪上，或者是我们一般印象里面的地图上，就是一个南北向狭长的岛屿，你其实也可以把它转个方向看。它很有可能在航海的时候，它可能更像是一个横向的岛屿。其实我们如果看过去的航海地图，就会发现以前的人根本没有认知到台湾岛是一块岛，而是因为他们行经譬如说台湾海峡的时候，他们会看到几条大河，然后会把台湾分成好几块，所以以前他们曾经以为台湾有3块过。这个就是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用更全知的观点去理解世界地图的时候做出来的一些谬误，但也很有趣哦。这些地图现在都还找得到。那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台湾的认知在试图摆脱中国的想象之后，我们要怎么重新在世界里面找到自己的定位这件事情，台湾史研究所就有很多老师试图用这个作为他们研究的初心去开始讲，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去做荷治时期的台湾史，然后去证明当时汉人只不过是在台湾的其中一个族群而已。那个时候有荷兰人，有西班牙人，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原住民族，这些一起共治台湾这块岛屿，那就去解消掉了那个发明的，就像那个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的史观。你们历史研究所的教室叫历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的这些学者，还有这个建台湾史观的这个学术努力，是在台湾整个，我说的是一个是公共社会，一个是政府官方的叙事和容忍下面是什么状态？是一小支，还是现在越来越成为公众的和官方叙事的共识呢？我刚刚说我毕业的年代是国立编译馆的年代，可是到了2000年政权轮替了以后，它开始有了不一样。我们开始提供的是这个课纲，就是课程的纲领，但是教材可以不只有一种，以前教材只有一种。那从我们叫做这叫一纲多本，就是你只要符合到这个课纲里面要你教的东西，你可以放各式各样你自己想要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教材上面开始解禁，每一家教科书的出版社都可以出自己的台湾史，比重也可以自己去拿捏，内容也只要是在这个纲领之内，就都可以自己自由的选择。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是2000年陈水扁上台之后，民进党第一次执政，他有没有在文化在教育上很大力的用更多的资源去推动台湾意识跟台湾论述的建立？答案是有的。那这样的成效其实就发酵在2020年前后的这个10年间，因为那一批受他们的这个历史教科书教育的小孩长大了，那我们就会说这一代叫做天然独，
的世代，就他们念的书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件事是不证自明的，他们从小就是这么认为，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确实小时候还在作文簿上面写着我要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要解救大陆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写过这样的文字的。你那个时候想的是我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你想的是反扑大陆是吧？去解救反攻大陆。反攻大陆，我们有一个词叫反攻大，对，反攻大陆。现在说起来是笑谈，但那个时候是真的是你们的梦想，是你们的责任。老师上课会这么教，对，反攻大陆，然后带着我们要反攻大陆，要把大陆中国人解放，好，解放。所以你看，你是70后吧？所以你是读过以前的，是，但是他们天然读，就是因为陈水扁放松了历史教科书的，是这一代，所以就自然就有一种本土历史观，是在这种松动。他们在学习学校的历史教科书，然后被植入的是跟前一代、我们这一代以前都不一样的历史概念，这个就是共同体意识的工程啊。明白。那像你们这种读着原来的教科书的这些70后。是再往上，这些人现在跟这个新的天然读的这些孩子们的冲突大吗？或者就说这么说吧，像你这样70后，之前你这一代和在前面的人中间，现在有多少人意识到原来的这个教科书是有问题的，也在变成本土论者？因为台湾有一个应该是政大选研中心、选举研究中心，他们每一年都会做一个有趣的调查，叫做国族认同的调查。每一年都会去问大家，有几个选项，我是中国人，然后有一个是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跟有一个选项是我是台湾人，跟有一个选项是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这样。然后每一年去看那个比例的变化，真的会有差别，而且会根据不同的世代有差别。在我们这个世代，刚好就是一个因为台湾的民主化跟解严的过程大概是在80年代的后期到90年代是最剧烈的时候，就是我们成长的年代。所以我们虽然在学校念的是这样的教科书，但是我们每天在媒体上、报纸上看到的可能就会有更多更自由的东西出现了。所以我们这一代要顺利的转换成本土史观还有机会一点。可是譬如说我的上一代，譬如说现在可能55岁以上的这一辈，他们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在变动的时候他们已经长好了，他们已经长成一个固定的样子了。我们还在变动的时候，跟着这个社会一起变动过来了。确实会有世代上的差异。明白。那你刚才再说回来，就是这个，陈水扁这个世代开始，就是陈水扁执政以后，民进党执政以后，所以就才有了台湾史很具体的，更大的投入，官方的投入，是或者说没有进了嘛？它就是一个国族建构工程的开始，对，开始。然后呢，现在建立的一个比较通行的，或者说民进党在确立的，然后也让北京政府、中国政府非常非常不高兴的，就是你们怎么也不行了，你们不管怎么样，就教科书争议嘛，然后就是整个说民进党的这个台独言论就是这么出来的。那么就不说中国那边了，就是现在台湾整个现在已经你们历史研究完整的证明了的，或者也被年轻世代或者说 liberal 的年轻人已经都接受的历史观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以台湾作为主体去看。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岛史的概念就是这样，我们以地理空间来看，这个地方就是主体，它没有被谁发现，而是谁来到这里，成为在这里生活的人，用这样的方法去解消掉我们之前的这种大中国史观，我觉得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些共识，就没有一定要觉得说我们是什么时候才跟中国产生连接，那才有了台湾的历史时代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说我们去看我们在跟国际的贸易，其实事实上在清朝之前，在我们成为清国的领土之前，我们其实是有非常密集而且繁盛的国际贸易的，包括我们的樟脑啊、茶啊、糖啊、鹿皮啊，这些都是销到国际不同的管道，反而是在清朝的时候被锁进了中国市场里面，我们被禁止跟其他的国家做交易，这样子。对啊，透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把我们自己的，包括是我们自己这一辈学习到那些历史，慢慢去做解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过程。
懂了，就是所谓主体性，就是不再是说中国发现了他们，中国的一部分的台湾在干什么，而是在建立，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比如说像我今天在文学历史馆看到的，很快速看到，但是很有启发的。你们本身有原住民，有10几种，14个原住民族，这些原住民族可能他们有口口相传的叙事和记忆，口传文化不一定是文字哈。然后这些口传文化和故事和历史，既是他们族群交往的，也是就是属于这个岛屿的历史。但这些其实是被荷兰的人传教士来了，用拉丁语来固定下来的所谓白话文，就是你们的那个台港文书，台语，它是有具体的文化身份开始的，然后后面才有，如果以台湾本身的身份建构，才有明清带来的文字，这种汉文、中文，对，然后才有日治时代的日文，很长一段时间只可以说日文，对，其实那个时候官方语言是日文啊，但是日常生活他们还是用台湾话在彼此交流。对，台湾话，但台湾话落实到文字上，就是它是中文、台语，还有一些本地语言习惯的一些混合。是。日治之后才是国民党来台湾，才是你们所说的外的省人。是，战后外省人。对。然后在这个战后外省人一直到了解除报禁，解严，我们叫解严，戒严以后才有后面真正的本土化论述。是我这么一听，我就一下子明白你们在研究什么了。那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本土意识和本土历史观的逐步确立和被年轻世代接受之后，是不是跟后来的这个社会运动兴起，或者说台湾民主化运动中间的这些诉求相关呢？还是说，就下一个问题了，就是台湾的这个社会运动？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也跟着时代变迁在不同。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不是聊到对8964这一件事情的看法很不一样。我觉得用这个切可能会让比较多海外的中国人也好，或者是真的在中国，但他们可以翻墙看到这一段影片的人来感受一下那个社会舆论的差异是什么。198964的时候，我大概12岁，然后我那个时候感受到的台湾社会气氛是，当时刚刚解严，所有人的概念都还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个共产党虽然可恶，但是中国同胞被共产党这样子压迫是可怜的。所以大家那个时候真的是，譬如说怎么创作一首歌曲叫《历史的伤口》啦，然后发起不知道写信还是捐款各式各样的行动，在关注天安门的这些事件。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大家会觉得还真的有所谓的血浓于水的情感。那个时候确实社会上的气氛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是刚好开放探亲没几年的时候，是的，两岸刚开始交流，而且是热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兄弟之邦这个词可能不是一个虚构的词，可是过了20年、30年，到今年我们录影的时间是6月中左右嘛，刚过今年的64，35年之后发生什么事？我们看到的是，这里形成很明确的2股政治气氛，一股是亲中的人他们不在这一天谈64，然后不亲中反中的人这一天大谈特谈64，然后有人就笑说这是什么样奇怪的精神分裂的情况，跟35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这个其实就表示了中国跟台湾的关系在这35年间发生了变化，而这个变化导致了认同也产生了变化，台湾人对中国人的观感也产生了变化。说的特别好，因为你正好我想问你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大陆出来的经历过64，肯定是不同意共产党处理64的这个镇压的方式的人，就会很痛心，所以在网上就是所谓的反贼嘛。是反正就又会发现经常会说，为什么台湾、香港还好？因为香港有这个维园纪念64传统，台湾为什么不谈64？然后大家就会简单化的认知到，就是说年轻人不关心中国问题了。原因再细一点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从讨厌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比较亲台派的人，比较相信台湾主体意识的人，是讨厌了中国，
包括中国人，那是整个社会气氛很集体性的改变。那个改变，我觉得是跟习近平上台之后，粉红势力的兴起，我觉得有激化了那样子的反感，其实蛮明显的。对。还有前些年还有自由行。就不管怎么样，人之间的交往是，还有甚至有一些曾经前些年还有我们说台商，是包括很多台湾的食品啊、流行文化呀。那我们小时候看小虎队，那都是我们都看的是一样的东西吧？什么海峡那边的什么来自台湾的歌声，那都在中央台放的。是，就它仍然是作为一个比较开放的或者说进步的文化。那时候看港台剧，什么从琼瑶到小虎队，然后港星是大家一起追逐的。大家一起追的之类的，对，港星，然后台星，什么周杰伦。刚才我们还问周杰伦现在的红不红，大家说老一辈了。然后那个时候不会有台星说要专门去证明支不支持统一这件事。可是他这个审查现在变得非常的有趣，就是中国也要审查，台湾也要审查。譬如说五月天在上个月去中国开演唱会，说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不得了了，台湾这边就炸翻天了。台湾很多本来支持五月天，但是这个本土意识比较强烈的人就说我再也不要支持五月天了，所以他们在那里要被审查，在这里也要被审查，就是那个对立感其实越来越明显。明白。还有加上这个战狼外交和小粉红，小粉红会直接出征是吧？杀过来。所以就变成了整个台湾的台湾全社会真的是不喜欢中国人。对，然后我说的不客气一点，完全可以，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就有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说，中国现在变成一个又大又坏又脏的邻居，就是那个整个台湾对中国的想象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你看有疫情，然后这个又专制，然后人到外头感觉又很容易跟别人起冲突，所以就是又大又坏又脏。我那时候听你觉得怎么这么可怜？怎么会被形容成这个样子？对，不好意思，没问题。我这两天一张嘴，人都说你是哪个省的，人没挺客气的。然后我赶紧说了一下，人都还对我非常友好，非常友好。所以你看，这也是交流的问题。是好，我们往回谈，我觉得咱俩可以聊两天。我们再往回，现在来说你吧。就说你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你现在在讲台南的这个民主运动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你给我讲一讲，就是这个历史和现实的这个有哪些点上你认为一定要讲的，或者你觉得你最有资格讲的点？我觉得还是要分成，就是我怎么去看，就是不管是战前或战后，就是台湾人民的抵抗政权的历史跟。我自己参与过的这30年的社会运动史，我先说前面这一段，就是前几天你们的采访邀请来的时候，希望我可以提供一些景点去谈，可能是跟白色恐怖或者是说跟政治相关的一些景点的时候，我第一个列的其实是司法博物馆。那它其实是以前的台南地方法院。那个地方法院有一张非常知名的照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上网搜寻，有一个事件叫西来安事件。那这个是一个台南的在地的这个反抗的政治事件。那为什么要请各位去看司法博物馆，就是因为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排了一整排的被告，他们头戴的竹笼，不要被人家看到面貌。但除了这样子的武装抵抗之外，1920年代的台湾的台南，其实有另外一个风潮是这个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跟文化协会，他们用比较文的方式来处理台湾人的认同跟抵抗，他们希望可以设置有台湾人的议会，以前是没有的。对，以前是由日本人决定所有的事情，我们希望有一个台湾人可以参与的议会，然后我们在这边以文化运动为名，但事实上是在做一些启发民智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有几个场景很重要，如果各位有兴趣来台南走的时候去看，有一个庙叫武庙，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拜关公关圣帝君的庙，但事实上在1920年代的时候，它也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文化协会他们聚集讲演的场所，
庙城就是一个启迪民智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场景。那是在战前就已经发生过的场景，可是到了战后，1949国民党政府来之后，这些都被打压下来了，然后台湾进入了非常漫长的戒严的年代。那个年代，每个人家里或多或少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政治气氛。我刚刚也在跟吴威说，我们家有个政治受难者，然后他被抓到，他只是因为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念了一点左派的书，就被抓到绿岛，在台湾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岛去关。然后我的姑婆就要裹着小脚，然后翻山越岭去看他。每一个家族都讲得出几个这样的故事。那在这么很长的一段压抑的期间，其实那样子的这个反抗的香火，其实有一点移转到海外去。所以其实在1960、70年代，海外台独运动是正在发展的。在台湾不能谈的事情，我们到海外谈，其实就有点像现在香港的样子。明白？对，就是他们也是离散，可是他们的据点也很有趣哦，因为台湾在1945年之前是日本的殖民地嘛，对，所以知识分子习惯操持的语言是日文，所以在1960年代，50到60年代，台独运动一开始的重镇是日本。可是后来到了国民党时代以后，大家学英文。所以到了70到80年代以后，台独的重镇移转到美国了。那后来在这一段时间，台湾这么严密的控制下，在这里不能做的很多事情，包括228纪念不是1980年代才出现的，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这个228的这个悲剧，在1950、60年代的日本就已经有人年年在纪念了，只是台湾人不知道，因为台湾人不可能知道，就像有点像64那样的情况。对，现在再讲一下，因为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228，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事件。好，我们在教科书念的就会说，当时就是因为烟酒是管制的，所以是一个取缔私烟的纠纷引发的意外。但事实上是因为228事件是1947年。那45年战争结束之后，你说的战争是二战，二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接管了台湾，然后45年到47年，他们有大量的行政官僚跟军队来到台湾，那跟这里本来已经受了50年日本统治的文化产生了非常多的冲突跟摩擦。可是对于台湾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我去了一个殖民统治者，又来一个新的。不然本来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那一天，很多人觉得他真的回到了祖国，对，他们确实是高兴的。可是过了2年之后，在这2年他们压抑了非常多的不满。我举一个我们家茶行的例子，我们家茶行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有非常多外省籍的士兵来到这个台南的市街上要买东西买茶叶。然后我们家有出一款香片，香片就是茶叶去熏茉莉花香嘛。然后我二伯父那个时候是当家的茶店老板，然后就有士兵进来说他要买这个香片，然后我二伯就把这个茶叶拿出来，然后这士兵就开始嫌弃说，为什么我里面一片茉莉花瓣都看不到？就是以我们来说，就是过去我们做茶的传统是熏香的花是不要留在里面的，不然那个味道会改变你茶汁泡出来的味道，所以我们熏完香花瓣要挑掉。可是这些中国人来的士兵，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没看到，我才不相信你真的有熏，就算我闻到香味，我也不相信你。然后就有类似像这样子的冲突，那就更不要说是语言或文化，或者是说他们那来的时候接收了非常多的日产，然后在这里产生了非常多的差异。那这样子的摩擦跟冲突，在2年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2月28号茶气私烟的这个冲突里面，就有点被点燃了。那被点燃了以后，一开始的这个纠纷的点是在台北，然后就有群众围观这样的事情，就有一个私烟贩子，一个女性就被枪托打到流血。那事实上不是什么大事，是一个小事，可是群众就越来越群情激愤。那群情激愤之后，就开始包围行政长官公署，然后就开枪了。那这个时候台北一乱，那全台湾其他各地的人就开始意识到说，哎，台北出乱子了。那很多地方的广播电台就开始有一些有志之士，他们就会去占领广播电台，跟大家说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各地开始有一些有自主性的意识的抵抗出现。那国民政府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急忙的从中国派军队过来，然后就开始进行镇压。那确实在那一波早期前几天是
台湾人不满，所以殴打外省人士兵。可是到了后期，变成外省的军队大量的增援到台湾之后，开始去压迫台湾当时抵抗的这些台湾人，然后就开始造成了省级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该要怎么说呢？创伤。那个创伤其实延续了几十年，到现在都还存在。这就是特别典型的。针对国民党政府到还没有完全占领台湾的时候，他其实是已经接管了整个台湾了，但是完全的军事镇压，而且是针对本岛人。对，可以这样说。可是事实上也有发生非常多的小故事，是因为总不可能所有来的都是坏人嘛。是啊，所以确实我们自己也听到，包括我们家也是，我们家当时好像也窝藏了一个外省籍的老师，是在茶行里面。那他很怕走在路上被台湾人打，所以跑到我们家茶行来躲着，我们也让他躲了。像这种民间互助的小故事也很多。所以他其实是针对外省人和本土人，但是一定有误伤。对，确实，那只是一个导火线。228事件其实只是一整个后来30几年戒严的一个前奏而已。那后面其实还发展了非常多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案件，跟这一个时期的这个触发点又有点不太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个擦枪走火，但又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不是私烟走向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私烟事件的话，有可能是别的事件，但一定会有一波全岛的这个大的反抗会出现，然后接下来被用更高压的军队压下去之后，就1949了。那1949就是整个中华民国政府的最高的那个层级到了台湾来了。之前我们还只是一个地方政府，228事件发生的时候，蒋中正还在中国，对，台湾就是陈仪在管而已，我们的行政长官是陈仪。可是到了1949之后，他因为丢了一个大陆了，他如果不在这里好好的控制这里的人民，他连这里都要丢掉，他就没有容身之处了。所以整个中央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实施了更高压的思想的行动上的钳制。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长达至少30几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尤其是以1950到60年代这段时间是最为严重的。而且大家不要觉得白色恐怖只有台湾人受害，有非常多的外省人受害。因为在那一段时期，他们发现你只要有可能跟中国有交流，或者你有一点想要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意图，或甚至只是读一本马克思，所以我们听过非常多有趣的传说，例如他们那时候真的私底下偷偷要读马克思的时候，就要说他们念的是马经对，他的书皮就要变成是马经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读左派的东西说的是欧美左，或者说共产左，并不一定是中国左，不一定是红，不一定不是红，是也不行。对，台共其实有不同的支流啦，有从日本来的，也有从中国来的台共。那这个是很复杂的历史叙述。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一段时间不管本省外省，在228的时候，省级是重要的冲突点。可是到了白色恐怖时期，本省外省人都是受害者。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他们是被同一个高压的结构给钳制。明白，对，明白。所以从228往下，还有这是刚才说完了，因为台南很重要，包括那个张德章被处决，现在有一个公园，对。然后这就形成了台湾本土的这个一直的创伤，民主运动是，然后就有一支跑到海外去发展起来了，就是我说1960年代到90年代在海外的台独运动发展。明白，所以这个台独运动这个时候它不是针对中国的，当然不是，它其实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它是针对中华民国的，对，它是针对中华民国的。还有就是在中国的是要推翻蒋政府的，对，但在中国的一个很长一段的时间叙事的时候，当批评那个你们的那个最强的李登辉，从李登辉到陈水扁的时候，中国那边都会反复强调李登辉跟日本的关系，对，还有个日本名字什么的，是的。但其实那个时候仍然谈的是，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本土的是反的是中华民国，而这些人曾在日据时期，在日战时期，日本占据，你们知道有一个词日据，有人说日据，有人说日治，对，这个还有一个政治正确的问题，我要找这些词，我就很怕出错，所以日据和日治的期间产生的这些阅读其实和很多语言习惯，或者说因为你会一种外语，你就会多一些不同的能力嘛。这一群人，他们因为在本土讨论不了，他们才去日本。
所以也并不是说好像是日本特务联动的，不是日本煽动台独运动的，不是，是在台湾你没有办法谈，所以你只好出逃啊。对，那出逃之后在外面就一群人找个根据地就开始做，譬如说他们一开始做杂志，有一本叫《台湾青年》的杂志，就在那时候成立起来，然后里面开始谈228，然后谈台湾有没有可能作为一个小国独立起来的可能性，他们在讨论这些事情。对啊，明白，这个拓青很重要，然后就到了什么时候了？然后就到了美丽岛，你们可能最熟悉的美丽岛是在197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整个台湾的政治气氛已经开始松动。第一个，蒋中正死了，蒋经国上台，那蒋介石跟蒋经国最大的不一样是，蒋经国他采的是软性威权，他会适度的开放一点，但你说他没有做政治迫害吗？没有。到80年代我们还有几个很重大的政治性命案，譬如说江南案、陈文成案这些，那所以并不是蒋经国就民主了，是他的威权变得比较软性，那一方面也受到美国的压力，所以在70、80年代台湾本土又开始长出了民主运动的可能性，于是你们比较熟悉的党外杂志、党外运动就在那时候非常蓬勃的兴起。那个时候的台湾的党外运动跟海外台独运动就开始慢慢有机会合流，然后到了90年代解严之后，那这些黑名单的人过去在海外搞这些台独运动的人有一个黑名单，就是所谓的海外黑名单。那这些人他们在90年代91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试图要迁盟回台，他们当时成立了台独联盟嘛，那他们想把这个联盟的本部从美国迁回台湾，然后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归于返乡的运动。我很希望有一天香港也可以做到这一步。对，然后就到了90年代了。那整个90年代的台湾是非常生猛有力的，在民主运动上，包括说我们当时有非常畸形的制度，就是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之后，从来没有全面改选过的国会。我们的国会有2种，一种是立法院，一种是国民大会。那因为他说我们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没有办法管控这个过去的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我们无法实施全面改选，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批老国代、老立委，他们一当就是30、40年的这个国会议员，然后他们就是到最后国大开会的时候，多的是拖着病床的，然后旁边有个看护的，坐轮椅进来的这些国大代表，他们可能听不清楚、讲不清楚，然后你叫他举手，他就举手，老死了也要在这站。对，我们就称这些人是老贼、万年国代。那在90年、91年的时候，台湾发生的第一个这个大型的，不是第一起学生运动，但绝对是第一个大型的学生运动，就是野百合学运。就在那个时候起来，他们就是反对这些万年国代，他们认为应该要国会全面改选。那顺着这一波政治运动跟学生运动还有社会运动的气氛，台湾也在那时候开始关注各式各样的社会议题，譬如说台湾到现在有一些老字号的社运团体，譬如说台湾劳工阵线，然后妇女新知，或者是像环保联盟，都是在80、90年代那时候成立起来，跟着政治运动、学生运动一起往前走。那是台湾社会运动非常蓬勃兴起的一段时间。可是就现在来看，也都已经是30几年前的事情了。